早上好。我现在在上海的一家酒店里，我2天前就到上海了，但因为一直在忙着见朋友，所以没空给你们拍一些视频。今天我就打算录一下我今天的一些片段，给你们聊聊天，说些话。那现在我要准备给我的学生上中文课，来不及吃早饭，所以酒店房间免费送了两块小饼干，然后我快速的用咖啡粉泡了一杯咖啡。这边是昨天我到店的时候他们送的一些水果，所以我打算简单的吃一个香蕉，再加上2个小饼干。吃完之后就开始用 iPad 给学生上课。这个饼干对我来说有点太甜了。那我刚刚下课了，然后我发现已经11点半了，马上就要退房。我本来还想说在这个摇椅上坐一会儿，享受一下阳光的。你们看这个椅子是摇椅，它可以这样摇来摇去。那在退房前，我再坐在这上面稍微享受一下吧。昨天我给我的朋友分享，我说我这个酒店房间有这个摇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就跟我说，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样的摇椅有点可怕。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它可能会自己摇，自己动，然后你有时候就觉得有鬼在旁边一样。这个摇椅的对面就是我的床嘛，晚上我就睡在床上盯着这把摇椅，我就开始想我朋友说的话。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现在我看着这把摇椅感觉都不对了。不过现在在白天有阳光的时候还是挺惬意的，在这上面。这是窗外，这个酒店旁边都是一些居民楼啊什么的，但是从酒店里出去旁边是苏州河，我很喜欢的上海的一条河，很适合在苏州河旁边漫步。那我待会儿出门之后再给你们继续录些视频，在河边走一走，聊一聊。我现在要抓紧时间收拾我的行李了，我现在只有10分钟，然后马上就要退房。不过幸好我的行李只有这样一个包。你好，退房可以了吧？好，谢谢。那我现在已经从酒店出来了，到了苏州河边。我觉得我有一点强迫症，就是每次从酒店退房的时候，我总觉得我会有东西没有带走，然后我出了房门之后会再回房间检查一遍，才放心。那对于这条苏州河呢，其实我感情挺深的，因为我原来的大学旁边就是这条河，它很长，最终都是流入上海的黄浦江的。那你们可能会想，为什么这条河在上海流，但是它叫苏州河呢？其实是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当时上海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是经济中心。
那在当时，其实苏州是江南的一个经济中心，那边会生产很多轻工业品，比如说像丝绸啊、棉布一类的东西。那当时的人们看到上海的这条河是通往苏州这个经济中心的，上海又是作为转运的城市，他们就把这条河叫做苏州河，那就一直叫到了现在。所以你初次听到在上海的这条苏州河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疑惑。3月中旬了，玉兰花开了。我对玉兰花很有感情，因为我已故的一个亲人名字就是玉兰。我有的朋友问我说，你录 vlog 不会社恐吗？其实我会，所以我经常会等到周围的人走开之后再继续录，因为他们的声音也会干扰我嘛。社恐的意思呢，就是你在周围不认识的人，或者甚至是认识的人面前感到害羞，感到不好意思表现自己。那你们知道我刚刚起床后呢，只吃了2块饼干和1根香蕉，我现在很饿。我的计划是去附近的我的母校找我的一个朋友，他还在那里，因为他在念博士。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走在苏州河旁边，让我想起去年在柏林的时候，我走在柏林的一条河叫 Spree 河的旁边。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想起那条河，可能只是那天和今天同样好的阳光，和我同样放松的心情吧。在柏林那条 Spree 河旁边呢，有不少市民公园，我记得。然后当时还可以在市民公园里听到 techno 的音乐。现在我经过的这面墙上有一些街头涂鸦，这个墙还不是平面的，它是有凸起的，你们看，比如说这条鱼的眼睛、鱼鳍都是做成凸起的形状。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街头涂鸦，说实话。这也是一幅非常特别的街头涂鸦。这是机器人在做咖啡吗？冲泡咖啡。这是咖啡的滤纸，还有咖啡壶。顾客坐在旁边安静的等咖啡。看样子真的是机器人主题的。这边的服务员也是一个机器人。现在到了我本科大学旁边的一家很大的商场，叫环球港 Global Hub。 然后我要找一家饭店简单的吃个午饭。虽然这边有一家全家便利店 Family Mart， 我本来可以在这边买个3明治应付一下午饭，就是随便吃一下，但是还是对自己好一点吧。我打算吃这家深夜食堂，看名字应该是一家日料店。在中国的饭店，我已经习惯了扫码后用手机点单，所以在这家饭店可以手写点单，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你好，请问这个 half and half 是黑皮加大皮一半一半，啊？那帮我再来一个这个吧。哈帕的，对对，然后好，谢谢。有记住吗？没有。好。我一直以为只有在夏天大口喝啤酒才是最爽的，但我发现在冬天进入到一家暖和的饭店里，大口喝啤酒也很爽。海带、肥牛、乌冬面，用勺子舀汤，吹气，挤柠檬浇在肉上，烤串，用纸擦嘴。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只是在餐厅喝了它的 half and half，half and half 就是一半黑啤，一半扎啤，我就觉得有点醉了，走路有点晕晕的。其实我一般酒量比这个要好不少的。我现在要进我本科的校区，我要用我的电子校友卡进校园。校友的意思就是你从这个学校毕业，你就算这个学校的校友。一进校门，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大片草地，天气好的时候可以躺在这上面。哎呀，我的相机跟丢我了，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如果是你们回到自己的母校会有什么感觉呢？我记得我刚毕业1年的时候回来会觉得好亲切，很开心，但是现在毕业时间更久了，再回来就觉得有种更复杂的感情，因为你在学校里认识的人都毕业了，都不在了，然后很多建筑可能也翻新了，环境变得更陌生，但是你偶尔也会怀念那种上学时的待在这种象牙塔里的心境。我不知道你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学术环境像象牙塔，我偶尔会有这个感觉，但可能怀念的更多是大学时身边的人和身边的环境吧。刚刚在路上碰到了一个认识的人，他看到我之后瞪大眼睛，顿了一会儿没说话。虽然他戴着口罩，但是我也认出他是谁了。然后他想了一会儿，说出了我的名字。我说啊，是我。其实如果他没想出我的名字，我也不会生气，但可能我会替他感到尴尬。在回到母校之后还能碰到以前认识的人，还挺巧的。这是我们学校的操场，很多人在跑步。操场的围栏，有人在围栏上面晾被子。天气很好，很适合晾被子。如果你们记得，我在我一个视频中说过，有人在锻炼的单杠上晾被子。I'm less awkward if I'm recording the video with someone, but if I'm alone, I get 社恐。Right.
I just want to ask you a random question. Okay. And now I'll speak Chinese, okay? Okay. 因为昨天我见的那个瑞士的朋友，他的父母是中国人嘛，他们就是开始工作的时候搬到瑞士，所以他是华裔。然后他就说让他很困惑的一点就是他觉得他不知道自己的母语是什么。Like if someone asks him, "What's your mother tongue?" He will get confused. 因为他刚出生之后，前面3年，1岁到3岁的时候，他妈妈跟他说中文，但是之后他们就搬到了美国，然后他们开始说英语，说更多，但是在家里偶尔还是会说中文。然后他们后来又搬回了瑞士，那在瑞士的学校啊、生活中，他都和别人说法语。所以说，他说他不知道他的母语是什么。And it reminded me of the issue we discussed in my master's program. Right. Like, 他们说你不应该碰到哪个人都问他 Where are you from? 因为有些人背景很复杂，你不可能只给出一个答案。And then they will ask, 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我朋友的妈妈昨天跟我说，她就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正常。你觉得你的经验是什么？这个说起来就太长了，可能还要回到你硕士的时候读的那个专业，因为一般来说，那个第一语言跟母语是有区别的。Right， 对。第一语言是你第一个接触的语言，而并非不一定是母语。所谓的母语，对我来说就是可能这个跟你的 identity 是有关的。Right。所以因为有点对 belong to。对，所以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太复杂了。对。真的吗？对，我要比你那个朋友更复杂。对 ，because the first language I learned or acquired, there was 2 of them at the same time. 可以说中文。对，我第一个学习的语言就是习得的语言，就有2种了，是我们民族的语言。啊，对 ，Hello。哦，对，这个对我来说嘛，这个母语就太复杂了，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了。对，不过你那个朋友的话，他的母语就是中文。那你的母语为什么就不是说你们民族的那个语言？对，其中是有一个法语和这个不是同时说。不，法语是我的第4个语言。对，前3个是2个是我们民族的，然后有一个就是跟普通话差不多的一个地位，它是我们国家北方人用的一种语言。OK。然后法语就是上学的时候才学到的。对。跟我很多朋友比起来，我觉得我的背景非常单一，非常纯粹的背景，只有普通话。然后小学开始学英语。对，其实也可以的。对。It's all about identity and how you see it, right? Yep. 那现在我在的这个那现在我在的这个操场呢，是这个学校更主要的一个操场，有更多人在这边踢足球，还有跑步健身。这边也是对校外公开的，所以大部分人都可以进来。我以前也经常在这边锻炼，然后那一块就是宿舍区，但是现在在施工，因为大部分旧的宿舍楼都拆掉了。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最老的那一栋宿舍楼，也就是我以前住的
没有拆掉，所以他现在屹立在废墟和施工的队伍当中。那栋宿舍楼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建的吧，我们经常开玩笑叫它说是危楼。它的地板都是水泥地，宿舍里的地板。它有7楼，但是没有电梯。然后很不幸的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是住在7楼，所以每天你都很自然的有不得不做的运动。那我现在呢，在我大学的操场和朋友散一散步。本来我还要去比较远的一个咖啡馆找我另外一个朋友陪他一起写论文的，可是因为要赶火车，大概就没时间去了。我们又不想很匆忙的见面，所以我们就决定暂时取消今天这一次见面。反正下周应该还要见，因为他会过生日。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有时候要灵活的接受计划的调整，这样生活才会过得更轻松一点。那今天这期上海的比较随意的上海的 vlog 就先结束吧。下次有机会我再带你们去更好玩的地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